让那么多人搞过，让我也搞一下嘛。我说过，谁有他的消息，我就跟谁睡。她是镇上最漂亮的女人，但也是命运最惨的女人。精致面孔，曼妙身姿，走到哪里，男人的眼睛就看到哪里。但这天，丈夫传来噩耗，战死沙场，寡妇还是个没有家人漂亮的寡妇。当制约和保护消失，罪恶就开始出现。男人们发泄心中的欲望，一次又一次强制蹂躏。可怜的她本想报官，但谁知镇长也是同样的小人。都说恶有恶报，禽兽们发泄的同时，殊不知极致的恐怖正悄然降临。这就是2024最邪门的电影《人偶新娘》。活人扮阴丧，借尸还魂术。听说演员于震在拍摄完成后，就因为恐惧症好久都走不出来。反正你也睡不着，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挑战。都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素恋想找同胞们求救，但谁能想到换来的只有嫉妒和嘲讽。受害者有罪论在这一刻体现的淋漓尽致。女人们撕扯的过程中，将她的衣服点燃，然后就那么呆呆地看着，丝毫没有救火的意思。可怜的素恋烈火焚身，在无尽的痛苦中，不慎坠落悬崖，当场摔死。而那些迫害她的女人，反而认为群体犯罪就是无罪，集体掩埋真相，闭口不提。不过谁也没想到的是，死前的素恋身着红衣，悬崖下又是巨阴之地，烈火焚身的痛苦，无比深刻的怨念，最终让她沦为厉鬼，回来的目的只有复仇。当年迫害她的人一个也别想跑掉，而第一个遭殃的就是曾欺负过她的田家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出门住酒店千万不要住拐角那一间。这两个小伙不信邪，住拐角不说，还偏偏挑在清明节这天，不料刚睡着就发生这样的怪事。到了后半夜，田和好像身体不受控制，双眼迷离地走到走廊深处，推门而入。同伴听到声音，悄悄跟在身后，但没想到的是，这里竟然是一家酒吧。诡异的笑容，阴森的环境，到处都让人感到背后发毛。我过来坐。同伴找个角落坐下，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，这人正是素恋。震惊中，一旁的军官突然转过头，哎呀，被我发现了！猛然从床上惊醒。田和说自己做了个奇怪的梦，阴暗的酒吧，死去的素恋，还有个最吓人的军官。我也看见了，那个不是吗？两人越说越悬，好像真的经历了那一幕。同伴更是吓得当场跳楼，要不是楼层低，真的就要归西。本以为这件事到此结束，谁知诡异才刚刚开始。得知儿子遇见怪事，田老爷便举办婚礼给他冲冲煞气。漂亮的媳妇，盛大的婚礼，田和欣然接受了这一切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当天晚上掀开盖头，新婚当晚直接被活活吓死。田老爷如同被抽干阳气，在院子中亲自挖开一个坑，说要把儿子埋在这里。一起住旅馆的同伴前来吊唁，半夜忍不住进入梦乡，却梦到田和托梦，说家里有鬼，快跑快跑。同伴猛然惊醒，吓得满头是汗，正要转身离开，却听到颠鸾倒凤的声音，而声音的源头正是刚才还悲伤的田老爷。悄悄捅开窗户纸，定睛一看，那女人竟然是死去的素恋。这一幕吓得同伴躲进柴房，可田和刚过门的妻子思涵也在这里，显然他也看到了那一幕。只是没多久，田老爷的门打开，老头颤颤巍巍地走出门，怀里抱的分明就是纸人。田和已死了，就别来了。诡异的画面看得人头皮发麻。同伴趁天亮离开，找到当地有名的算命师，他本想请师傅帮忙查出田和的真正死因，但就在门口，怪事再次发生。陶老板，怎么了？戏神大人怎么裂了？传说唱戏时戏神断裂就是大凶之兆，百姓们都说不要唱戏了，赶紧停止。可陶老板坚持要唱，站在台上一点也不听。这时同伴按照算命师的指引上前阻拦，却不慎被纸人划破手指，正好滴在眼睛里。纸人点睛，恶鬼上身，这么巧合的事情都能发生，看来今天注定不简单。果然，下一秒陶老板就像是疯了一样，站在台上张口就开始骂人，而对象就是死去多年的素恋。原来两人都是戏台上的佼佼者。陶老板身段妖娆，婀娜多姿，轻轻一挥手就有好多男人上前，可这样也不能让他满意，因为素恋只是在那里坐着，就有更多男人献殷勤，魅力好像就是他的专属词。
更可恨的是，他走到哪，男人就跟到哪，眼里丝毫就没有陶老板。嫉妒就是人性最大的原罪，所以陶老板最恨的人就是素练。当年迫害他的时候没少参与，这次看到人群中有个穿嫁衣的姑娘，认为就是素练的鬼魂，心虚的他吓得张嘴就骂，然后带着戏班子狼狈离开。可就在穿越树林的过程中，小马马好像感知到什么，就停在原地，怎么也不敢上前。种种离奇的现象让陶老板终于感到害怕，就地立起神台，连连祭拜，祈求素练能饶过他一命。这时候后悔有用吗？只见陶老板眼神一变，竟然伸手撕开自己的皮肤。这一幕被算命师看在眼里，他好像知道了什么一样，当即找到田和的妻子，进门后开始摆起法阵。午夜时分，你们点燃手中的蜡烛，倘若烛光渐熄，就往地上撒一把糯米，守住心神，天亮便可无事。如果有怪事出现，那么一定要跑，不要回头。看着算命师坚定的眼神，同伴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回想起3个月之前，那是他和兄弟最后一次见面。田和提起素练的往事，说素练死得很冤，他感觉很可怜。随后就发生这一系列奇怪的事，难道这一切都是素练在复仇吗？突然一阵阴风吹来，烛火摇摇欲坠，马上就要熄灭。同伴赶忙撒上一把糯米，似乎真的起到了驱邪的作用。烛光再次亮起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下一秒竟然直接熄灭。同伴根本来不及撒糯米，一时间两人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能按照算命师的话转过身离开大门。可让人更没想到的是，算命师正要做法时，田和的棺材里竟然变成了田老爷。田老爷，老爷死了！故事的结局到底如何？我们下期再说。